沈元威正在穿越的路上，他有3个身份可选。第一个，36岁的绝嗣帝王，拼命耕耘，却始终无儿无女。陶禅天天劝他过继别人的孩子，江山旁落，他已经绝望了。而你拥有好运体质，你是唯一可以给他生儿子的人。这个皇帝就等着你去拯救，这个皇朝就等着你来延续。第二个，21岁的狂躁战神，每天生不如死。他天生巨力，却被那股力量反噬，时常神志不清，需用铁链捆住他才能不去伤人。而你的身体需要安抚力，你能让他躁动的力量平息。这世上只有你能让他从一个人人嫌弃的疯子，重新成为光芒万丈的战神。第三个嘛，18岁自闭又恐女的王爷，每天都想死。女子一接近他就瑟瑟发抖，往桌子底下、床底下躲。他的心在哀鸣，却无法求援，只能躲在房里割腕自虐。而你能听见自闭者的心声，你是唯一能走进他内心的人，你是他唯一的救赎啊！我就不能拥有个正常世界，就不能遇到过没有病的正常人吗？正常人有什么好呀？正常人会变心啊！我见过无数爱得轰轰烈烈的男人，后来都出了轨。你不会还相信这世上有爱情吧？即便有爱情，就一定能被你遇到吗？80选1你都倒霉的死掉了，你怎么可能遇到美好的爱情？还是这种有病的好啊！他们一辈子都需要你，谁都离不开你。沈元威沉默了，很有道理啊。可是每天晚上拼命宠幸妃嫔的绝嗣帝王，他不是很想要呢。至于自闭恐女王爷，跟这种人相处也很累啊，需要不停的去开导拯救，到时候王爷不自闭了，他该自闭了。相比之下，还是狂躁战神好一点，只要亲亲抱抱就可以安抚他，多简单啊。不过功高震主一般都会死得很惨，还会殃及妻儿。沈元威突然灵机一动，只能选一个，我不能选2个3个吗？你看我能不能呢，先跟狂躁战神过几年和和美美的日子，然后不幸被绝嗣皇帝盯上，绝嗣皇帝呢把我抢进宫中，用我夫君的命威胁我，我迫于无奈呢生了个小皇子，然后抛夫弃子，回到狂躁战神身边和他破镜重圆。你看这不就是2全其美吗？绝嗣帝王有儿子了，江山后继有人了，而战神这边呢也不用担心功高震主被杀害，我能护着战神长命百岁呀。好家伙，够贪心的呀！这样的配偶能拥有1个都不得了了，你这家伙居然想全都要！哇，做人不要太贪心啊！这样才公平嘛！我这清清白白的身子，当然要和清清白白的狂躁战神成亲啊！怎么能够要求我一个处子之身的，去服侍一个妃嫔无数的男人啊？你嫌皇帝不干净，那你跟皇帝睡了，连孩子都生了，你岂不是也不干净了？不干净的你去找干干净净的战神，岂不是也对战神不公平？有道理啊。那就让战神嫌弃我，然后我悲痛之下自闭了，跟自闭王爷一块儿去做病友圈。白色光团一句臭不要脸差点就骂出去了，好险才忍住。他还真是要把3个男人一网打尽，全都不放过啊！我问你啊，这3个倒霉蛋里头，倘若我只选了战神，那绝嗣皇帝和自闭王爷会不会有其他穿越者去拯救？不会，你若选择救赎将军、绝嗣帝王和自闭王爷，就得绝望等死，这是他们原本的宿命。你看，反正他们也没有人救啊，不如都给我试一试嘛，没准我能把他们3个一块儿拯救了。咋的？你还真想试3夫啊？沈元威心想，他不想试3夫，他只是想要跟这3个男人相关的金手指而已。只拥有1个金手指，他就只能依靠这个男人，后半辈子过得好不好，那全凭这男人的良心。可他要是同时拥有了3个金手指，那他就有3条退路了呀，就该他潇潇洒洒的称王称霸了。什么是3夫啊？多难听！嘿，3夫是我，是不是好听多了？嘻嘻，好，我便如你所愿。从此刻起，你会用你原本的身体在大雍朝重生。去吧，祝你好运哦！沈元威惊讶地望着光团，这么轻易就答应他了，不会有诈吧？下一刻，沈元威就被光团一脚踹去了新世界，而已经滚远的他并没有听见白色光团的自言自语。你想跟战神过和和美美的日子是吧？
我偏要在你们大婚之日，让绝嗣帝王发现你的好运体质。一个18年生不出儿子的皇帝，突然知道你居然能为他生下孩子，你猜他会不会为你吃过？你猜他会为你疯成什么样？君夺臣妻，当先血溅你身上哦！还有，自闭王爷也不能落下，忘了告诉你了，他是个阴暗的疯批哦。若他对你求而不得，你也会死状凄惨。所以这3个男人，你可一定要好好哄住了呀，不要轻易辜负谁，嘿嘿，不然。大庸国，一道白光从皇宫太极殿外划过，那正是高高兴兴进入新世界的沈元威。殿内，俊美无愁的皇帝谢君临正垂眸批阅奏折，察觉到窗外有光芒划过，他蓦地抬头。皇上，您今年可要选秀扩充后宫呢？老奴听闻，宗室那些人已经在拉拢朝臣了，他们是认定了皇上您生不出孩子，所以肆无忌惮觊觎您的皇位，想把自家儿子过继给您。可他们凭什么？当年山河破碎，他们跟着先皇抛弃满城百姓逃跑了，扔下16岁的您死守城门，是您拼死平定叛乱，夺回了江山。您为此伤了身子，子嗣艰难，那些无耻之徒却跑回来觊觎您的位置。一想到您辛苦打下的江山最后要交给他们，老奴就心疼的呕血。皇上，您得选秀啊，您得有一个亲生骨肉，您的皇位怎能便宜了那些抛弃您背叛您的人呢？朕18岁成亲，如今又18年过去，却始终无一儿一女。朕不能生育的事已天下皆知，又何必选秀惹人笑话？老太监沉默。皇上不仅是不肯选秀，他甚至已经8个月没去后宫了，他已经绝望了，自暴自弃了。或许不是皇上的问题，是娘娘们不能生呢。再选一批年轻嫔妃，或许……一个不能生，3宫6院全都不能生，天底下所有不能生的女子都被朕召入宫了。皇上，老奴斗胆，您或许可以找那生过孩子的女子试试。老奴听说有些女子啊，很容易受孕，您去找那生过7、8个孩子的，她们没准啊，能将好运带给皇上呢。谢君临抬眼看向老太监，来自威严帝王的凝视让老太监头皮发麻。皇上息怒，老奴是一片忠心啊。虽然那连生7、8个孩子的妇人年纪已经大了，已经摧残的没有了好容貌，远不如后宫嫔妃娇美，可为了江山后继有人，皇上您要不试一试呢？谢君临看着瑟瑟发抖的老太监，眼眸深沉。他倒不是嫌弃那些女人生过孩子，只是人家跟夫君能生7、8个孩子，自然是感情极好的。他为了试验那些妇人能不能将好运带给他，就要强行拆散人家夫妻，让男人失去妻子，让7、8个孩子失去母亲。他算什么明君？再说了，若真要试验，一个肯定是不够的，他要抢多少个这样的妇人进宫才算完？他要造多少孽才算完？皇上，闭嘴！他不想生孩子吗？他做梦都想要个孩子。他以前还寄希望于弟弟端王，想让弟弟生个孩子过继给他，可弟弟生来自闭又恐女。朕这个注定绝嗣的皇帝，朕那年纪轻轻却整天躲在床底下割腕的弟弟瑞王，以及朕那英勇的大将军萧灵昭，都无人能救，无人能救我们呀！沈元威不知绝嗣皇帝的绝望，他降落在将军府旁边的巷子里，刚一落地站稳，他就赶紧查看自己的身体。他对着地上的水坑一照，哇，死一回还年轻了7岁啊，真是赚大发了。嘿，18岁的我当然要去找这个英俊貌美干净的战神来个救赎的游戏了。谁要去给一个36岁的皇帝生孩子？万一无权无势的我生了孩子之后，那个狗皇帝去母留子，杀了我，然后又把我的孩子抢去给他的皇后抚养，那我不是白白穿越一趟，白给他们生孩子了？我当然得先嫁给战神，拥有了偌大的武将世家支持，将来那个皇帝和皇后才不会打去母留子的恶心算盘。沈元威走出巷子，来到将军府门口。战神将军是吗？让我来看看这个战神长得得有多么的英俊非凡。
此刻将军府里一片愁云惨淡，老将军萧震一生征战沙场，4个儿子2个女儿都为国捐躯，好不容易老来得子，生下了天生巨力的萧灵昭。如今萧灵昭却被体内怪力反噬，整日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神志不清，发起狂来敌我不分，只能在失控之前用锁链将他锁住。灵昭如今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再这样下去，他会彻底变成疯子，会丢了性命。只有那位诡异传人能用银针废去他体内的怪力，救他性命。可诡异传人恨我当年揭发他父亲杀良冒功，害得他家破人亡，他要我在他面前自尽才肯救灵昭。夫人啊，丧子之痛我已经经历了6次了，我不能再失去灵昭了。只要能救他，舍去我这条老命又有何惧？我只是放心不下灵昭啊，他若知道他父亲为了救他儿子，恐怕从此会生出心魔来，再也不肯原谅他自己。尤其是他还会失去那一身的神力，从光芒万丈的战神沦为废人，这更是锥心的打击呀！夫人，我走之后，灵昭就交给你了，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开导他，你要鼓励他振作起来，你告诉他，他是我萧震的儿子，他即便没有这一身神力，也能重新回到战场，所向披靡。老夫人攥紧老将军的手，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为什么呢？他们家满门忠烈，为什么老天爷不肯多庇佑他们一点？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历这种折磨呀？好了，别哭了，以后我不在了，你一个人，你要好好的。我不想让你去。老将军狠得狠心，轻轻推开妻子，起身一瘸一拐走出大厅。大厅外的奴仆们跪了一地，老将军走过他们身边，他们纷纷起身，呜咽着追随。老天爷，谁来救救他们家老将军？谁来救救他们家少将军呢？一片绝望的呜咽中，沈元威抬手扣响了门上的铜环。突兀响起的敲门声让门里面悲伤绝望的将军府众人愣住。难道是诡异传人等不及，自己上门来取老将军的性命了？他们惊慌无助地望着老将军，每一双眼里都布满泪光。都别动，我去，该来的逃不了，能用老夫的命换灵昭活下去，我虽死无憾。将军走上前去，握住门栓，将沉重的大门打开。不是诡异传人，是个穿着朴素的黑衣姑娘。敢问姑娘是何人？来我萧府所谓何事？小女子沈元威找贵府少将军萧灵昭。姑娘和我家灵昭是？我与他素不相识。老将军眼里的光暗淡下去，他还以为这是他儿子的红颜知己，看来是他想儿媳妇想疯了。老将军正在难过，不过贵府少将军的病我或许能治。老将军格外激动，哪怕他并不知道这姑娘来自哪里，是何身份，哪怕在此之前他根本就没见过这么个人，可他愿意让这姑娘试一试。姑娘是来救小儿的，姑娘请，快请。沈元威闻而谢过，跨进门槛。姑娘这边请。老将军和老夫人喜不自胜地领着沈元威往前走。沈元威跟着老两口过了几重院落，终于在一个清静的院子前停下。姑娘，我儿灵昭就锁在这院子里，他疯起来呀，有些吓人，请姑娘可做好心理准备呀。沈元威点头，他一脸期待地望向那紧闭的院子门，对即将露面的战神充满了期待。老将军将院门一点点打开，院子里被铁链锁住的人赫然落入沈元威的眼中。他坐在铁椅上，低着头，乌黑长发凌乱垂落，像慵懒的兽一样舒服打盹，并无癫狂之状。可下一刻，听到门口动静的他突然苏醒，他蓦地抬眼望过来。你们一直将他锁在院子中，不怕下雨吗？之前呢，
我们是将他锁在屋子里的，可他不愿待在屋子里，门一关他就挣扎发疯，把自己弄得浑身是伤，屋子也被他弄塌了。他们说话间，萧凌昭突然狂躁暴力起来，他嘶吼挣扎。林昭！老将军老夫人心痛地喊他，他毫无反应，依然凶神恶煞地盯着门口，战意十足。姑娘，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呀！好，您别急，我先走近一些看看他。姑娘，你别靠近林昭，他发狂的时候啊，六亲不认，连他爹上前他都照打不误啊。不错，你看我这脸，也是被我儿打的，这几天呢还没化瘀呢。你瞅瞅，我这么强壮都受不住他一巴掌，你个小姑娘还不得被他打飞了呀？沈元威看了眼老将军脸上的淤伤，心里突然有些打鼓，连亲爹都打得这么狠，他的特殊体质真的管用吗？他有点担心会被萧凌昭给打死，可转念一想，是被干干净净的俊美战神打一拳头好，还是去让那个宠幸了几百个嫔妃又比他大了10几岁的绝嗣皇帝宠幸好？挨拳头不过是疼几天，能忍的。沈元威瞬间就不怕了。无妨，他是守护了万千黎民的英雄，说能救他，挨他2下又何妨呢？老将军老夫人闻言一愣，眼前这位姑娘跟他们灵昭素不相识，居然愿意冒着被打飞的危险上前去拯救他们的灵昭，这是何等的善良啊！沈元威在2位老人感动的注视下，一步一步走进院子里。沈元威的靠近让疯魔的萧凌昭愈发暴躁，直勾勾地盯着沈元威。沈元威视死如归，脚步翩跹来到萧凌昭面前。院子外面所有人吓得呼吸都停滞了，异口同声地提醒沈元威。沈元威抬手，纤长的手指头落在萧凌昭眉心，温热的指尖与萧凌昭眉心相触那一刹，疯狂挣扎的萧凌昭突然停下了攻击。被剧痛折磨的神魂欲裂的男人只觉得脑子一清，什么嗡鸣的噪音都戛然而止，什么蚀骨的疼痛都得到了遏制。好舒服，好温暖，好喜欢。他懵懂抬头想去看那根让他解除痛苦的手指，可一抬头他脑袋就离开了手指间的触碰，剧痛再次袭来，吓得他连忙将脑袋向前探过去，直到再次挨着手指间，他才愉快地哼了哼。沈元威看着这傻子懵懂的样子，没忍住低笑出声。萧凌昭听到声音，立刻警觉地盯着沈元威，他猩红的眸子一眯，习惯性地张嘴想要吼叫，威胁沈元威。还想吼我是吧？那你疼死得了。没有了手指的触碰，铺天盖地的疼痛席卷而来，他无措又委屈地盯着沈元威，到了嘴边的凶厉吼叫立刻变成了可怜的呜咽。沈元威瞅着他的可怜样，再次将手指触碰到他眉心。这一次男人学乖了，他再也不敢作妖了，小心翼翼地望着沈元威，连眼神都变得清澈起来。这么乖，那多给你一点奖励。他由一根手指的触碰变成了整个手掌的接触，萧凌昭舒服极了。他在示弱，也在蛊惑，他想用这样的方式蛊惑沈元威放松警惕，再靠近他一点，再多给他一点抚慰。想要更多一点，那你可不许像打你爹那样打我。他一边说一边试探着向前走了一步。高大的男人温顺无害，沈元威又向前走了一小步，时刻盯着萧凌昭的反应。见萧凌昭还是那么安静乖巧，并未发起攻击，沈元威又迈出了一大步。可在他距离萧凌昭很近的那一刹，萧凌昭突然挣扎着伸出被锁链束缚的双手，得意地将他的小猎物拉入他的怀中。他双臂紧紧拥着他的小猎物，好像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宝藏。沈元威抬头望去，那张英俊绝美的脸颊近距离出现在他眼里。他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男人如此亲近，男人是疯子，他可不是。他正要伸手去推开男人，谁料男人突然低头含住他仿佛有魔力的手指，轻轻舔了一下。他立刻就想收回手指，可男人察觉到他的撤退，竟然用牙齿轻轻咬住了他。你刷牙了吗？你被囚禁多久了？你嘴不会很臭吧？他话音刚落，一道黑影出现在屋檐下方，那是展灵昭的贴身侍卫。才不臭，我家少将军最爱干净了，他半个时辰前刚刚沐浴洗漱过，是我给他洗的澡，是我给他刷的牙，我最清楚了，他不臭，一点也不臭。您不信就抱着他亲几口看看。哇，总算是见识到活的死忠分了。说他家少将军嘴巴臭，他居然比他家少将军还着急，都要跳脚了。不过这家伙还真会替萧凌昭打算盘，萧凌昭抱了我还不够，啃我手指还不够，还要我主动去亲几口。呸！
侍卫的话沈元威没听进去，可萧凌昭却好像捕捉到了。男人松开他的手指，缓缓看向他的脸颊，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嘴唇。这是想做什么？不是神志不清吗？人家喊他亲一口，他又能听懂了？哼，敢亲我一下试试？虽然我不介意被美人亲一口，但是这么多人看着呢，我一定会打爆这家伙的狗头，来假装捍卫一下自己清白的。沈元威眯着眼睛做好了扇人耳光的准备，可男人却好像看懂了他无声的威胁，一边贪婪地盯着他的脸，一边慢慢低头，试探着将脑袋埋在他颈窝。这么大一个脑袋都靠在他颈窝了，还一眼一眼小心翼翼地望着他，生怕他发飙。沈元威偏头看着又凶又怂的男人，没忍住笑出了声。是个识时务的，他抬手轻轻拍着男人的背脊，男人瞬间踏实了，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然后乖乖闭上眼睛，彻底放任自己安心地埋在沈元威颈窝里。此刻院子门口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情况？连老将军夫人都无法靠近发狂的少将军，为什么这位姑娘可以啊？她不光能靠近少将军，她竟然还能安抚少将军。你们看，少将军这会儿多听话呀，一点都不像疯子。哎，你们说他会不会是少将军藏了很久很久的心上人啊？少将军生性冷淡，最是经手懂分寸，他从不跟女子谈笑，什么时候这样热情拥抱过谁啊？没错，一定是少将军藏在心里挚爱的姑娘。不是有人说吗？爱是克制，爱是忍耐。少将军定是爱这位姑娘入骨，所以能为她克制忍耐。老夫人泪光闪烁，她攥住老将军的手。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儿子有救了，老天有眼呐！我们不用去求那诡异传人了，不用受他要挟自尽抵命了呀！老头子，太好了，你别去找他，听到没有？咱不欠他宋岁欢呐，他父亲杀了那么多无辜百姓，他父亲是罪有应得，咱不给那狗东西偿命啊！老将军颔首，谁能想到他四处奔波，求了1年都没人救得了他儿子，在他准备踏出府门口去自尽换儿子活命的时候，竟然有个能救命的姑娘从天而降。谁都不敢相信他儿子需要的不是药，居然是爱情。老天爷都给了他和儿子一条生路，儿子已经好了，他自然不会再去自尽。1刻钟过去了，2刻钟过去了，终于趴在沈元威肩上乖乖睡熟的人醒了，他恢复正常了。少将军醒了，那你能放开我了吗？他下意识松手，想要放开这个姑娘，可就在人家姑娘从他怀里起身离开那一刹，他突然觉得脑子里那刚刚消散的风暴又有重新凝聚的趋势。于是他的手动得比他脑子快，他的手已经伸过去搂着人家姑娘的腰，再次将人家拉下来摁在怀中。先前你是个疯子，我不和你计较，现在你都恢复清醒了，还要和我拉拉扯扯，占我便宜是吧？萧凌昭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冒犯失礼，低头默默望着沈元威，他的理智告诉他他应该松开人家，可他的身子告诉他他不要，抱着怀中这姑娘的感觉太好了。少将军就这么舍不得放开我？门口这么多人看着，你都如此欺负我，若是没人看着，你是不是要把我吃下去啊？对不住，我混账，我该死。可是我不会吃掉你的，我虽然疯，但不吃人。不是吧？这家伙是不是跟我玩装纯装傻呢？我说的吃是那个意思吗？萧凌昭不知沈元威腹诽，他正低头难过的逼迫自己掰开一根一根手指。虽然他的身体很舍不得放开，虽然他的心他的灵魂都在叫嚣着不能放手，可他不能继续冒犯人家姑娘。他手指刚一松开人家，他就哆嗦着想再去拥抱人家，可他不敢，他只能死死咬着牙，拼命克制内心的渴望。沈元威起身之前先看了他一眼，高大的男人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好像在用浑身的力气跟想拥抱他的冲动做抵抗，可怜的要命。这一幕让沈元威软下了心肠。罢了，他身上本来就有神秘光团赋予的特殊能力，他既然是为了这个人而来，又何必故意吊着人家看人家难受呢？沈元威没有起身，他伸出手指轻轻抚摸着萧凌昭的脸颊，缓解着男人的躁动不安。被手指抚上脸颊的那一刹，萧凌昭愣住了，他以为自己会重新陷入痛苦的深渊里，他没想到自己会被锤脸。你应该感受到了，我能安抚你体内躁动的力量，你如今的困境只有我能解救。是，我感受到了，这种安抚的能力只有姑娘你有，别的女子都不行。什么意思啊？你找别人试过？萧凌昭沉默，沈元威慢慢将手从他脸上拿开，遗憾道：唉，原来少将军已经不干净了呀。不干净的男人我不要。不干净的男人不要，让我干净。
这位姑娘就会要我了。他想让这位姑娘要他，一辈子要他。没有人能懂他这1年生不如死的痛苦，没有人能懂他绝处逢生的感动。我干净，很干净。我之所以说他们不可以，是因为此前有个诡异传人宋姑娘曾来我家替我诊过脉，她手指曾在我身上触碰了1、2下，可她的触碰并不能缓解我的痛苦，只有你可以。我发誓，我只抱过你，我是干净的，我身子干净，没让人碰过，我的心也干净，没为任何女子动过心。沈渊微含笑看着这个传说中高冷酷帅，实际上老实听话的要命的战神，明知故问。是吗？少将军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让你要我。哎呀，以为是个闷葫芦，好像有点看走眼了。少将军今年多大了？21。可是别人10几岁就已经成亲了，少将军21，还守身如玉，这么多年都没有哪个女子能够得到你。你现在要一个跟你素不相识的人，要了你，虽素不相识，可没有哪个疼痛濒死的病人能拒绝跟自己的救命神药共度一生。我想跟姑娘共度一生，求姑娘怜爱我，求姑娘救我。沈渊微听着性感的嗓音在耳边回转，又直面这么一张俊美非凡的脸颊，男人声音里的示弱央求简直像毒药一般勾人，尤其是那一句求姑娘救我。他就喜欢这种打直球的人，不含含糊糊吊人胃口，不扭扭捏捏活像是被强迫。他明明是来救这个男人性命的，如果这男人不识相，表现出一副不情不愿受辱的模样，那他不救也罢。好啊，救你可以，要了你也行，可是你能给我什么呢？我能给什么？我能给的东西很多很多，名分我可以给，荣华富贵我可以给，只要我有的，只要姑娘你要，我全都能给。萧凌昭沉静地盯着怀中的姑娘，他虽不知这姑娘是谁，可这姑娘让他不用被诡异传人废去武功变成废人，他父亲亦不用去自尽，这天大的恩德不该倾尽一切来报答吗？等我一会儿，我先打发走他们，然后我再来跟姑娘好好认识一下彼此，商谈婚事。商讨婚事？这就婚事了？这可是第一次见面，就算是为了活命，这说娶就娶的执行力也未免太强了吧？沈渊微微愣，他诧异之时，萧凌昭已经看向院子门口。爹娘，如你们所见，托你们儿媳妇的福，儿子如今已经没事了，请你们先去前厅稍等，容我先关起门跟你们儿媳妇求个婚，等会儿再来见你们。啊，这就是我儿媳妇了吗？我先前还在遗憾临死之前不能看到儿子娶媳妇儿，结果这一眨眼，儿媳妇就自己跑到家里来了，治好了我儿子不说，马上就要成婚了。哎呦喂，照这速度，那我下个月不就要当爷爷了吗？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我萧震的儿子，够果断，有魄力。你要老子滚可以，但是你也得给老子下个保障，你必须把儿媳妇给我留住。你要是让儿媳妇跑了，那你就别滚来见我，我也没你这么不争气的儿子。同样被惊到的老夫人一听到老将军这话，立刻回过神来，拉着老将军走。哎呀，赶紧把他推走，让他这个粗人在这吓着我儿媳妇怎么办呢？儿媳妇要是跑了，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姑娘来陪给你们少将军呀？奴仆们也被少将军即将大婚的喜悦冲得乐陶陶，他们完全忘记了尊卑，卯足了力气，几个人一起用劲儿把老将军扛起来，噔噔噔飞跑。老将军瘸了腿，走得太慢，还是他们扛着跑比较快，不能让老将军在这儿吓到了少夫人。院子里，萧凌昭侧眸望着他，我爹娘都是很好很好的人，我们将军府也没有那么多规矩，上上下下一团和气，希望你能喜欢我们家，也能喜欢我。我很喜欢。萧凌昭耳根微红，他想知道这姑娘是喜欢他们家还是喜欢他，可他怂，他不敢问。他默默转头示意屋檐下的侍卫来打开他身上的锁链，侍卫却不动脚，直接解下腰间的钥匙扔进他怀里。什么意思啊？你不打算干了？少将军，给你取下锁链，就避免不了要在你身上摸，可你如今是有媳妇的人了，以后想给你沐浴啊，在你身上摸啊，这种事情我就不能再干了。你要保持对你妻子的忠贞，做个干干净净的男人。萧凌昭沉默，看着侍卫转身走远，有点怀疑人生，这是鬼上身了吧？两个大男人还要避嫌呢。沈元威看着侍卫潇洒的背影，忍不住噗嗤笑出了声。这一家子人可太好笑了。萧凌昭闻声看着沈元威这样，他若有所思，或许他家侍卫说的是对的，看把他媳妇高兴的。
从前我只是跟女子保持距离，以后我会连男子也适当保持距离。不过坐骑应该不用避嫌，我的坐骑是一匹母马，这个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沈元威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以为男人是在跟他说笑，可是对上男人那双极认真的表情，女家侍卫随便说说，你还真的当真啊？你跟女子保持距离就可以了，何至于连男子也要避讳？人就算了，竟然连一匹马都……可是你喜欢我干净。萧凌昭态度很认真，沈元威对上他乌黑的眸子，有些哭笑不得。不至于，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安安心心的骑你的马吧，继续交你的朋友，不用太避讳。好，然后牵着沈元威的手指，跟他一块走进房里。你坐，我去拿东西。拿什么？拿我所有的家当给你。啊，别！商量婚事，不要拿家当先给你看看满不满意吗？沈元威抬头望着这个比他高出一头的英俊少将军，谁能想到啊，这个冷酷风的战神竟然老实本分的如此可爱，如此反差。急什么？不是说了要好好认识一下彼此吗？我先来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沈元威，元是元宵的元，威是采薇的薇。姑娘名字里的元不应该是元宵的元。我的名字你还能比我更有发言权？沈元威挑眉看着他，萧凌昭没说话，一点一点凑近沈元威，他下意识往后偏了2分，谁料他刚退2分，男人就立刻跟着靠近3分。男人修长的手指撑在他背后的墙上，轻身靠近他，距他咫尺之遥。你想干什么？姑娘的元不该是元宵的元，而是原配的元。我萧凌昭想求姑娘为原配，终此一生不纳二色，有且仅有你这一位原配，求姑娘应了我。当真不纳妾，无二心，永不背叛。是，若我萧凌昭背叛姑娘，伤害姑娘，就让我萧家覆灭，让我天打雷劈，让我万箭穿心，身首异处，不得好死。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知道我是什么家世？知道我是好人坏人吗？就这么轻易的许下了一辈子的诺言，你不觉得草率冲动吗？只有生命绵长有退路的人，才会去考虑是否冲动，是否草率。像我这种人，哪里还有迟疑的机会？我若迟疑，姑娘就会离我而去，而我用不了多久就会再度变成神志不清的疯癫之人。所以我不犹豫，不迟疑，我只想要你。你若家世好，我想高攀；你若家世不好，我不介意。至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以后天长地久，我自然能慢慢看清楚。你是好人，我们就携手一生；你若是坏人，我便杀了你，替天行道，然后随你而去。我把命赔给你，好不好？把命赔给我？为了一个坏女人殉情，你不觉得吃亏啊？信错了人，付出代价是我应得的报应。沈元威笑得不能自已，这个少将军还挺有趣，他喜欢。好吧，不逗你了，我不是坏人，我是被抛在乱葬岗的弃婴，是我养母将我捡回山上抚养我长大，这是我的身份文牒。他从怀里拿出薄薄一张泛黄的纸，递给萧凌昭。神秘光团能让他穿越到这个世界来，能给他特殊体质，为他捏造一个身份，自然是信手拈来。萧凌昭低头查看身份文牒，他是朝廷里的人，他能确定这份身份文牒是真的。这姑娘的籍贯是京城，居住在京城外面往北200里的东山村，是县衙盖了章的。少将军看到了，我虽然长得还行，但我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小村姑，跟你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你还愿意聘我为原配，一生不纳二色吗？我愿意，姑娘能救我的命，就已经胜过天下最好的家世。我不会嫌弃你，不敢嫌弃你，我想与你结为连理，护你一生。何况沈姑娘你自谦了，你不是长得还行，你是闭月羞花，天姿国色，无人能比。沈元威有些惊讶，这个在别人面前高冷寡言的少将军，竟然如此努力哄他。少将军你也是啊，少将军气宇轩昂，玉树临风，神清骨秀，也是天下无双。既然我好看，那求姑娘要了我。既然战神已经表明了心意，他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及时行乐呢？闪婚也有闪婚的乐趣啊，让他来试试什么是先婚后爱。好，那我们就结为连理，以后请少将军多多怜惜。他答应的那一刹，萧凌昭眼里落入一束璀璨的光。他答应了嫁给自己，他们即将成为夫妻。以后这个人，他可以肆意拥抱，肆意索取。萧凌昭扫过沈元威红润的唇，雪白的脖颈，他喉头动了动。沈姑娘手指抚摸他，都让他如此快乐。他若是突然亲上去，会是怎样的滋味？沈元威察觉到他的眼神，轻笑：少将军为何这般看我？你不会是想亲我吧？是，我想亲你。我可以亲你吗，沈姑娘？
沈渊威痴痴笑出来，好老实的人还要问他能不能亲，直接亲上来他不就没办法拒绝了吗？这样问了让他怎么回答？他只能拒绝呀，哪有好看姑娘尚未婚配就上赶着邀请男人来亲自己的？不可以。萧灵昭有些失望，但又觉得正常，他如今还不是人家夫君，凭什么行使夫君的权利？好，那等我们成亲以后我再亲。你的身体有身体的安抚力，这件事最好不要让第三个人知晓。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被病痛折磨的绝望的人，我怕他们知道你的体质，会用尽手段得到你，甚至不惜伤害你。正好将军府所有人都误会了，他们以为你能安抚我，是因为我们相识已久，我爱你入骨，他们以为是我对你的爱让我清醒过来。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演这样一场戏，我们就装作我爱你多年，我对你求而不得，你如今是为了救我才肯嫁给我，你觉得如何？沈渊威没有意见，虽然他的身体大概只会对萧灵昭一个人有安抚能力，可别人会信吗？既然我爱你多年，那我们之间的称呼应该更亲近一些才是。沈姑娘，我该叫你什么？元威、元儿、威儿、小薇、微微。不然少将军就叫我夫人吧，我就叫你夫君。萧灵昭耳根一片绯红，沈姑娘真爱戏弄他，怎么能叫夫人呢？尚未成亲，他怎么可以如此无礼？元威。沈元威明亮的眼里倒映着他英俊的脸庞，自己的名字从一个如此好看的男人嘴里用如此性感动听的嗓音喊出来，有点让人心跳失常呢。起来，我们该去见老将军老夫人了，他们还等着呢。萧灵昭无师自通的跟他十指相扣。海浅啊，按道理来说，你体内的力量这会儿应该被安抚好了吧？萧灵昭若无其事的牵着他往外走，安抚好了就不能牵手了吗？元威怕是不知道跟他肌肤相贴的感觉有多舒服，他不敢想，如今只是这样牵手都这么舒服，若是洞房花烛夜跟他把什么事情都做个遍，那该让人多神魂颠倒。两人牵着手绕过重重院落，来到前厅。厅里老将军一边喝茶瞅着老夫人，见老夫人跑来跑去，在大门口张望5回了。哎呀，你着什么急呀？来回跑来回跑，我眼睛都让你晃花了。你都58的人了，怎么就如此的不稳重？你坐得住啊？那是因为你腿瘸了，不然呢，你跑得比我还频繁呢。哼，哎呀，我可不像你，盼儿媳妇儿都盼疯了。哼，那是也不知道啊，是谁半夜做梦都在喊孙儿，看着不声不响，其实心里早就盼疯了吧？我就是想孙子了，怎么了？我都61了，至今没抱过孙子，我怎么就不能想孙子了？我老夫人在门口跟老将军斗嘴，忽然瞥见月亮门那边有人影，她定睛一看，终于看见他儿子灵昭牵着未来儿媳妇的手出现了。哎呦，这个儿媳妇跑不了了，是我家的人了。老夫人赶紧跑回老将军身边坐下。哎呀，来了来了，俩人牵着手来的，快坐好坐好。老将军赶紧将茶杯放下，正襟危坐。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做公公婆婆的人了，他们得得体一点。于是沈元威进门看到的就是端端正正的老将军和雍容得体的老夫人。他与萧灵昭走到二老面前，随萧灵昭站定。爹娘，儿子想尽快举元威过门，求二老同意成全。哎呦，以前呢催他成亲，他死活不听，现在他倒急了，还想尽快的去人家过门。以前干嘛去了？以前为什么不把姑娘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啊？沈姑娘，我儿子说想尽快娶你过门，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呢？这桩婚事我们老两口是没有任何意见。沈姑娘，你可能有所不知，你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今儿你来的时候，我的家人正准备送我出门去自尽，我也是走投无路，只能以命换命的情况下才遇见了你。你救了我儿子，就等于救了我的性命，也间接救了我夫人的命啊！因为我和夫人的感情，我若是自尽而死，只怕她也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沈姑娘，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若我儿子能娶到你，是我们萧家之幸。只是不知道你家父母愿不愿意跟我们萧家结亲呢？只要他们不嫌弃我们萧家，我跟夫人这就去准备聘礼，亲自登门为我儿求亲。
老夫人也笑着起身，走到沈凌薇身边，她一点也没有将军夫人的架子。沈姑娘呀，我虽然是第一次见你，可我相信我儿子的眼光，他长这么大呀，就从来没有喜欢过哪个姑娘。你呀，是他领到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姑娘。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呢，催了他很多次，他呀说什么都不肯成亲。想来那时候他心里就有你了，他只想娶你是吧？哎呀，你能让我儿子这么牵肠挂肚，你能让他这样喜欢你，非你不娶，我相信呐，你一定不光只有善良和美丽这2个优点，你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品质。你呀，一定是天底下最好的姑娘，能娶你回来呀，是我儿子的福气，也是我们老两口的福气。老将军、老夫人，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有很多缺点，我怕你们把我想象的太过于完美，以后会承受不住这个落差。这有缺点就更好了呀，你不完美，我这个婆婆面对你的时候就不用太紧张了，你说是吧？其实啊，不光你们小女孩害怕给人当儿媳妇儿，我们老人家呀也挺害怕给人当婆婆的。我怕呀，我儿媳妇太完美，嫌弃我这，嫌弃我那。哎呀，我也很害怕，今后啊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过日子，那样很累的。既然我们大家都不完美，那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彼此包容了吗？你说是不是啊？承蒙老将军、老夫人看得起，愿意聘我为儿媳。不过我是一个被抛弃在乱葬岗的弃婴，捡我回家养我长大的养母，半年前也已经不幸去世了，家中早已无亲人，不知2位长辈会不会嫌我命硬，是个孤女。老将军、老夫人同时愣住了，这么好的姑娘，命竟然这么苦。好孩子，你别怕，我们家世代为将，杀气重，我们不怕你命硬，你命硬点才好呢。你能把我和灵昭他娘克死，那是你的本事。姑娘，你若愿意的话，那我就找个好日子，把你和灵昭的婚事定下来。那以后啊，将军府就是你的家，我们呢就是你的亲人，我们会拿你跟亲生女儿一般疼爱的。每逢清明啊、忌日啊，灵昭也会陪你一起去祭奠你的母亲。沈元威知道老将军和老夫人如今对他的喜欢只是需要他来救萧灵昭，可他不介意，只要萧灵昭这个病人一辈子都不能离开他，将军府就会把他当祖宗供他一辈子。那你拿去合集吧，今晚就拜堂。老将军和老夫人惊到了，直接合集今晚拜堂，是不是太简单太仓促了点？沈姑娘，你家没有长辈，你不懂，我们家要娶你啊，得选吉日，先得给你下3书6礼，这些做完了呀，才能去府衙合集呀什么的，不能这么草率，要是直接合集呀，那就是欺负你。是，聘礼未下，我怎能如此轻率跟你拜堂欺负你？我要娶你，自然要风风光光大宴宾客，咱们得让满城百姓都知道，我萧灵昭娶的妻子叫沈元威。沈元威全然不在意，3书6礼慢慢走流程，得耽误多久？难道这段时间他得没名没分的住在将军府？还不如简单一点办了事儿，从此他就名正言顺了。何必这么麻烦？我是个简单的人，事情呢也想简单一点办，你就当我是来给你冲喜的，冲喜哪有这么多讲究？当真要今晚拜堂吗？说是今晚就拜堂，那我岂不是今晚就能洞房？婚事办得简单仓促，当真不会委屈了你。说你今后负我、骗我、伤我，这才会让我觉得委屈。我的委屈不在于有没有盛大的婚礼，只在于你今后怎么对我，你说是不是？我萧灵昭对天起誓，今生今世绝不辜负沈元威，婚后绝不纳妾，无同房，永远不上第2个女子的床。若违此事，天诛地灭。相信我，我不会负你，绝不。沈元威心想，负不负的以后才知道，现在说这些早了点。好，我信你。萧灵昭紧握他手指，转头看向老将军、老夫人。爹娘，我和元威的婚事就当冲喜来办吧，不用宴请宾客了，今晚就拜堂成亲。今晚姑娘是晌午来的，拜堂是晚上拜的，这简直仓促的让人不敢想。二老一眼一眼瞅着儿子，想到儿子那离不开人家姑娘那粘人劲儿，他们沉默过后，又忽然觉得能理解了。
哈哈哈哈哈！好，左右咱们家也不讲究那些虚的，你们小两口怎么说呀？爹娘就怎么办。我这就让府里的奴仆动起来，把府里拾掇，挂上红绸喜字儿，等到黄昏时候就拜堂。夫人，我去官府为儿子儿媳合吉，你去锦绣阁买最好的喜服。婚事仓促，但这些东西不能将就，必须得买最好的。老夫人含笑答应。儿媳妇啊，实在是我们萧家委屈你了，但是你别怕啊，我们如今亏待你的呀，今后我们会加倍补偿给你的。我和他爹都老了，以后啊，这个家就由你和林昭说了算，我们万事不管，只等着哄孙儿孙女玩。你看怎么样？辛苦老将军、老夫人了。辛苦啥呀？你愿意给我们家当儿媳妇啊？我们这高兴都来不及呢，一点都不辛苦。那你跟林昭自己玩会儿啊，我跟他爹去张罗张罗啊，快。好。哎呦，萧凌昭站在沈元威身旁，看着爹娘喜气洋洋的离开，府里的喜气让他内心充斥着感动和感激。他张了张嘴，想说点感激之词，话还没说出口，你带我去厨房好不好？我饿了。好。他握紧沈元威的手，转身带着他直奔厨房。沈元威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出了门就戳着萧凌昭的背脊，轻轻喊他：我们跑快点。好。他听话地牵着沈元威在长廊里跑起来。皇宫批阅了几个时辰的奏折，皇帝谢君临有些疲累，他放下朱笔，揉按眉心，才发现贴身大太监陈海不在身边。他端起茶杯啜饮，片刻后，陈海急急忙忙出现。皇上，大喜呀，大喜！大喜？什么喜？难道是后宫哪个妃子有身孕了？我终于要当爹了！谢君临手指一顿，抬起那双黑眸望着欢天喜地的陈海。可是他都5个月没去过后宫了，怎么会有喜？他垂眸藏起眼底的落寞。何事大喜？皇上，骠骑大将军的病有人能治了，他不用废掉武功也能保持清醒了。您的定国柱又立起来了。听到萧凌昭的病有人能治，一向沉着稳重的帝王此刻也不禁喜形于色。是谁救了凌昭？谢君临为萧凌昭痊愈感到高兴，他更高兴的是有个厉害神医出现了。他眸底染上一簇火光，此人竟比诡医传人宋穗欢还厉害，连凌昭的怪病都能治好。那么他不能生育的病，是不是也能找这个神医治一治？陈海不懂谢君临的希冀，是大将军偷偷喜欢好几年的姑娘救了他。听说那姑娘啊，今儿晌午出现在萧府门口，他去的时候，大将军正神志不清，别人都不敢靠近大将军。可那姑娘不怕，好像料定了大将军不会伤害她。她走到大将军身边，大将军眼睛猩红，怒吼着要攻击他，可他伸出手指头啊，往大将军眉心就这么一碰，大将军忽然就安静下来了。后来大将军啊，就像抱着什么宝藏一样抱住了他，又靠在他肩头睡了一会儿。再醒来的时候啊，大将军就是个清醒的正常人了。谢君临沉默望着陈海，想到方才那个偷偷想着去找神医治病的自己，他突然觉得有点滑稽。你这是听谁给你讲的故事？可信度有几分呢？皇上，老奴方才听到这事儿的时候啊，也觉得有点假，可老奴确认过了，这件事儿啊是真的。老将军已经亲自去府衙给大将军和那姑娘合集了。听说大将军今晚啊就要拜堂成亲呢。今晚就要拜堂？为何这么仓促，这么着急啊？老奴听说好像是为了冲喜。她真的是凌昭爱慕了好几年的姑娘吗？爱慕了好几年，那该是心尖上的宝贝，又怎么舍得如此仓促亏待人家姑娘？说是冲喜，凌昭不是都已经清醒了吗？何须如此仓促冲喜啊？谢君临眸子里闪过一抹兴味，看来他得去看看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姑娘，不光能让凌昭不药而愈，还让一向不近女色的凌昭这么等不及，多一天都等不下去。更衣，随朕去萧府讨杯喜酒喝。宋府清丽绝尘的诡医传人宋穗欢还不知萧家的变故，他还在等老将军前来自尽。萧正的老匹夫还没来送死吗？没来呢，小姐。我当日说过，我只给他10天时间考虑，超过10天他还不自尽，我就彻底放弃对萧凌昭的治疗。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他难道不想救儿子了？按理说不应该啊，萧震死了4个儿子，2个女儿，萧凌昭是萧震的老来子，也是他唯一的血脉，又是这般的天纵奇才，他不会眼睁睁看着萧凌昭死在他眼前的。
先前眼线来报说，今儿萧家门口忽然出现一个年轻貌美的黑衣女子，萧家把她迎进门后，就再也没人出来。难道是萧家找到了能救萧凌昭的人？不可能，这世上除了我，再也没有人能救萧凌昭。他体内的怪力不同于普通内力，这股力量不只扎根于他经脉里，还融入了他的骨血里。想用废除内力的法子让他解脱是行不通的，只有我能用诡异门的针法废除他体内的力量。萧震的老匹夫若想救儿子，便只能跪在我面前自尽，求我出手相救。也是，诡异前辈就收了您一个弟子，这世上再没有人能比小姐您更厉害。萧家不可能找到别的办法救萧凌昭。萧震那老匹夫今儿傍晚一定会来小姐面前自尽的，他必须给我们老爷偿命。宋穗花眉头舒展，她等着萧震死在她面前。想到萧凌昭那张英俊硬朗的脸颊，宋穗花心里泛起涟漪。宋穗欢在觊觎萧凌昭，可萧凌昭这会儿已经穿上大红的喜服，马上就要跟别的姑娘成亲了。他一边整理袖子，一边问贴身的侍卫萧云：“及时还没到吗？”少将军，您已经问了我4遍了，您就这么等不及啊？要不然我把您打晕过去，及时到了再把你弄醒。萧凌昭手指微顿，他怎么不记得他问了4遍了？这也不能怪他着急，他先前跟沈姑娘亲近，体内的力量暂时安静蛰伏了。这会儿他体内的力量又有蠢蠢欲动的趋势，这种随时会失控的感觉糟糕透了。他想见到他的沈姑娘。我去看看原威。少将军您别，拜堂之前您不能进新娘子的房间，这是规矩。我不进啊，我只是在门口等她。大步走向沈元威的院子，来到沈元威的房间门口，他就听见里面的喜婆正在念吉利话：一叔叔到尾，儿孙满堂把西围；二叔叔到尾，享尽荣华与富贵；三叔叔到尾，老来白头护依偎。萧凌昭漆黑的眸子里染上了笑，儿孙满堂又能跟妻子白头偕老，多好啊！忽然有丫鬟进了院子。少将军，皇上来喝您的喜酒了。老将军和老夫人正在前厅接驾呢，让您速速前去。萧凌昭惊讶抬眸望去，他没想过皇上会来。原委，我本想在此等你，可皇上来了，我得去前厅接驾，你安心在房里梳妆打扮，不用忙，前面有我。好，你去吧。听见脚步声远去，皇上怎么来了？是为了萧凌昭来的，还是为了我来的？别人不知道我身上的秘密，我自己心里可是清楚的很。我是老天赐的好运体质，是唯一能给绝嗣皇帝生孩子的人。万一皇帝能够感应到我的体质，现在就来抢夺我，这可怎么办？我还想着跟我那个清清白白又可爱的战神过几年好日子呢。我可不想管那个皇帝，反正那个皇帝只是想要个孩子继承皇位，又不是要妻子要爱情的。孩子只要能有不就行了，管他多大年纪生的，让那个皇帝再等个10来年都行。皇帝年纪大了不用怕呀，我和战神还年轻啊。皇帝驾崩了，自己可以让战神来摄政辅佐太子嘛。这个想法呢，对皇帝而言是不厚道。可是谁让我更加偏爱这个长得英俊不近女色干干净净又老实好欺负的战神呢？那个宠幸了无数妃嫔的皇帝，古代女子是很喜欢是很向往，可是我们这种习惯了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女子，又有几个能对皇帝爱得起来呀？将军府前厅，正准备伸手端茶的谢君林忽然打了个喷嚏。他知道自己没有受凉感染风寒，大概是有谁在暗地里骂他吧。他们当皇帝的最遭人恨了。当年您家二公子给朕做伴读的时候，老将军您还风华正茂，一眨眼您都白发苍苍了。朕也36了，不再是当年那个7、8岁的小皇子了。微臣老了，皇上如今风华正茂，老臣多希望能永远年轻力壮，能再为皇上守几年的疆土啊！只可惜天不随人愿，老臣如今连上马都有些费劲了。人都会老，朕也会，可老将军您却比朕幸运，您后继有人，朕没有。这让他怎么敢接话？老将军您看啊，您家的凌昭今日就要娶妻了，或许不久就会有新的小将星投胎到你们萧家，你们萧家满门忠烈，老天爷必定会让你们子孙繁茂，代代有能人，您呐该欣慰才是。老将军望着这个优雅平静的帝王，他有些心疼。不能生育的皇上是用怎样的心情说出这番话来安慰他这个老家伙的？老臣听说已经有大臣在朝堂上劝谏皇上过继宗室的孩
孩子为太子了。去年就已经有人上奏折隐晦劝朕了，朕不能生，自然只能过继别人的孩子了，总不能让这江山后继无人吧？或许时机不到啊。皇上，您别自暴自弃，您还得去后宫的，说不定哪天就有妃嫔有喜了。想当年先皇年迈昏庸，非得寻仙得道，为此横征暴敛，引得各方乱民揭竿而起。是16岁的您临危受命，率兵四方征战，夺回了江山。您身中数箭，几次死里逃生，您受的苦，老臣都是亲眼所见的。这江山是您打下来的，若是让外人继承，那叫人不甘心呐。人人都替朕不甘呐，母后如此，陈海如此，老将军如此，许多大臣都如此。就连路上遇上个百姓，人家也会乐呵呵地说，家里那几千个铜板要留给家里的兔崽子继承，绝对不能便宜了外人。谁都知道自己的家产不能便宜了外人，可老天爷不成全朕，朕又能如何？朕就是生不了啊！朕今年36了，从18岁娶妻开始努力了18年，一无所获。谁都劝朕别自暴自弃，可谁懂朕18年的坚持？谁懂朕18年的失望？朕再倔强，也已经在一次次打击之下失去了所有希望了。朕怕是没有希望了。一片沉默间，厅外传来了脚步声。谢君临调整好情绪，含笑看着大厅门口。他看着一身红衣、格外年轻俊朗的萧凌昭，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走到他面前。微臣拜见皇上。免礼，平身吧。很好，朕的大将军果然病愈了。瞧瞧啊，容光焕发，脚步沉稳有力，双眸黑亮有神。见你大好，朕也能放心了。承蒙皇上记挂，多次派遣宫中太医为臣诊治，微臣不胜感激。如今微臣又能回归朝堂，为皇上效力了。为朕效力暂时不急，明儿先去点个卯就行了。新婚燕尔的，怎能冷落了你夫人呢？朕许你在家待上半个月再回朝。多谢皇上。明儿点卯也不用去太早啊，朕怕你起不来，晌午能去就行了。萧凌昭默默看了一眼谢君临，脸颊更红了。谢君临见萧凌昭害羞，轻笑一声，一眨眼呢，你都成亲了。当年朕跟你二哥来你们家玩的时候，正好赶上你出生，小小一团，却哭得比谁都大声。你二哥还得意地抱着你，塞进朕怀里，让朕抱了抱。你也算是朕看着长大的孩子了。把朕的贺礼拿来。陈海立刻捧着一个盒子上前来。朕亲笔为你和你夫人写了几个字：喜结良缘，百年好合，儿育如意，寓意吉祥美满。朕希望你们小两口能吉祥美满，一生如意。臣叩谢皇上隆恩，有皇上龙气加持，微臣和夫人一定能百年好合，一生如意。吉时可到了，有皇上您坐镇观礼，诸邪必退，时时刻刻皆为吉时。谢君临莞尔。萧凌昭转身吩咐侍卫萧云，立刻去准备，迎夫人来这里拜堂。萧云领命离开。请皇上您上座。不必，新人拜堂拜的是父母高堂，朕今儿就坐旁边，那上座的位置还是留给老将军老夫人好了。哈哈，皇上您也说了，凌昭刚出生的时候您抱过他，他是皇上看着长大的，您也算是他的长辈，您既是君主又是长辈，那让他们小两口给您行个礼有何不可？依老臣看，不如这样，老臣和夫人坐右边，皇上您坐左边，咱们一同上座看他们拜堂。谢君临本不想喧宾夺主，可他也知道，他若是执意不肯上座，老将军怕是会心里不安。罢了，既然老将军如此相邀，那朕就一同上座吧。老将军老夫人这才放了心。萧凌昭欢欢喜喜给三人行了礼，迫不及待出门去迎接他的新娘子。走出去没多远，萧凌昭就看见喜婆领着新娘子在奴仆的簇拥下朝这边走来。沈元威也远远看到了他英俊迷人的未婚夫萧凌昭，看到萧凌昭笑，他也笑了。新娘子，你快别笑了，快把你手中的扇子拿起来挡住你的脸呀。沈元威莞尔，立刻往上遮住了
了自己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萧凌昭。哎呦，新娘子，你应该把整个脸都遮住的呀。沈渊威又将扇子往上举了举，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可是听到萧凌昭朝他走来的脚步声，他忍不住又将扇子往下挪了挪。算了，我还是不遮住眼睛了，把眼睛遮住了就看不见我夫君了。万一我这么好的夫君被人偷偷换掉，那我可怎么办啊？他以为袁薇嫁给他只是为了救他，并没有多喜欢他，可袁薇竟然会担心他被人偷偷换掉吗？那就不遮住眼睛，我就走在你前头，让你一直能见着我。你可得把我盯紧了，不要让人偷偷换掉你的夫君，好不好？好。喜婆见小两口这么离不得彼此，也不多嘴了。萧凌昭走在前面领路，沈渊威袅袅跟随。皇上是来做什么的？来喝喜酒的，还给我们送了礼。送的什么礼？一对玉如意，还有皇上亲笔所写的一幅字。那幅字上面写着8个字：喜结良缘，百年好合。沈渊威听到这8个字若有所思，看来是他多疑了。皇帝应该没有感应到他的好运体质，并不是为他而来，人家是看中将军府，真心诚意前来送礼物喝喜酒的。不过这皇帝送的礼物让他有点想笑。如今皇帝希望我和萧凌昭百年好合，美满如意。但到时候皇帝要是把我从萧凌昭身边夺走，岂不是就显得前后矛盾，自相打脸？将来皇帝夺臣妻的时候，我和萧凌昭拿出今日皇帝亲笔所写的喜结良缘，百年好合，皇帝一定会很尴尬吧。很快他们来到了前厅，门槛有点高，小心点。大厅里端坐于高堂之上的谢君临见到萧凌昭如此温柔体贴，不禁挑起了眉梢。他与萧凌昭相识多年，从未见萧凌昭对哪个女子如此温柔细致过。难道这位新娘子当真是凌昭偷偷爱慕了好几年的心上人？这位新娘子究竟是怎样的绝色美人了，竟能让萧凌昭如此倾心呢？谢君临与他突然目光相接，虽然扇子遮掩住了新娘子的容颜，可仅凭那双勾魂摄魄的眼，就足以让人确信这是个很美丽的姑娘。谢君临平静看上一眼，就准备移开视线，可就在他垂眸礼貌的避嫌时，他余光仿佛瞥见那新娘子身后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模糊出现，那是个看不清相貌的孩童。他好像听到那孩童软糯的冲他喊：父皇，父皇！从没有孩子喊过他父皇，这一声声喊让他心里热得发慌。他立刻抬眸重新望着那姑娘，可是当他用心去看，定睛去看，那一切模糊的光影却瞬间消失了。晚霞里没有孩子手舞足蹈，耳边也没有孩子软糯地喊他父皇。他仿佛从云雾中重新回到现实里，他目之所及依然只有新娘子一个人站在门槛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出现，仿佛方才所见只是他发了疯，只是他在妄想。谢君临沉默看着新娘子跟在萧凌昭身后一步一步朝高堂走来。方才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忽然看到那样的幻象？真是想要孩子想疯了吗？为什么看着别人小两口成亲，朕居然会看到有孩子奔向新娘子的幻想？就算这新娘子怀孕了，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凌昭的，怎么会听到新娘子的孩子管朕叫父皇呢？朕真是疯了！不光夜里梦见自己的后宫嫔妃怀上了孩子，现在竟然还在大白天的做梦，梦见别人新娘子生下来的孩子管朕叫父皇。谢君临掐了掐手掌心，他忽然有些厌弃这个天天都在想孩子的自己。此刻的他根本敢去看凌昭和新娘子。谢君临心虚低头避嫌时，萧凌昭和沈渊威已经走到父母高堂面前。哎呦，民妇崔氏是10里8乡啊有名的全夫人，我夫家4代同堂一个不缺，我娘家呀也是如此，我们两边的家庭都很和睦，我还生了8个孩子，4儿4女，凑了4个好字。今儿啊承蒙老将军老夫人看得起，请我来为新娘子梳妆，请我来主持拜堂。我衷心的希望啊老天爷能把赐给我的好福气也赐给新郎官新娘子，让他们俩夫妻和睦，儿女双全。那万事俱备，就请新郎新娘准备拜堂吧。老将军老夫人含笑点头，他们看向一旁低头的谢君临。皇上，那凌昭他们就拜堂了。好。老将军见谢君临低着头，以为谢君临是累了，赶紧催促喜婆。
新郎新娘拜天地了，面向门口一拜天地。随着喜婆的嗓音响起，垂眸的谢君临这才缓缓抬起头。他看见萧凌昭和新娘子背对着他拜天地，从他的角度看去，正好能看见新娘子那扇子遮掩不住的侧脸。的确是个娇美的女子，跟凌昭很般配。可是朕到底为什么会从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姑娘身上看到那不切实际的光影呢？为什么会听到孩子叫朕父皇呢？那一声声父皇叫得那么清晰，叫得那么甜那么软，一点也不像是在白日做梦啊！那简直像极了老天爷的暗示，像极了祖宗显灵给我的指引，就好像这个姑娘能给朕生下皇子一般。谢君临盯着沈渊威陷入沉思，没有留意到沈渊威已经跟萧凌昭拜过了天地，转身望过来，于是他那深邃的黑眸直勾勾盯着沈渊威，就被沈渊威抓了个正着。糟糕，这个皇帝为什么这么盯着我？不会是发现了我的好运体质吧？开始留意我了？不应该啊，好运这种东西是能看得出来的吗？不应该是上了床怀上了孩子才能确定我的好运体质吗？也不至于看一眼就能知道吧？要不要这么学啊？可是想到那神秘光团的力量，沈渊威又有些不安。那个光团都能让我穿越，让我死而复生，还能赋予我这么特殊的体质，那制造一点什么东西让皇帝知道我是异运体质，好像也不难吧？老天爷呀，你可千万不要这样玩我！我还想和我身边这位又忠实又可爱的夫君过几年好日子呢，千万不要让狗皇帝现在就盯上我呀！千万不要来破坏我的美好生活！拜托拜托拜托！沈渊威不敢去看皇帝那双黑得吓人的眼睛，他默默将扇子往上移，遮住自己的眼睛，啥也不看。谢君临微微一怔，忽然反应过来，这新娘子是发现他在盯着他，才小心翼翼用扇子隔绝他的视线，对吗？凌昭的小妻子是把我当成色中恶鬼了吧？这般防着我。唉，罢了，让这误会到此为止吧。别再去想方才听到孩子喊朕父皇的事儿了。若是再去琢磨，再去盯着人家，就真要被当成觊觎人妻的昏君，说不清楚了。老将军老夫人看着娇美的儿媳妇跪在眼前，笑得合不拢嘴。他们等了好多年，都等到60岁了，终于等到儿媳妇进门了。儿媳妇儿，爹不能让你白跪，这些银票你就拿着慢慢花。儿媳妇儿啊，你是咱们家的贵人，你膝下也是有黄金的，你这么乖给娘下跪了，娘啊得给你黄金，拿着。这他右手握着扇子，只用一只左手根本抓不住这么重的大金条。眼看那只手被黄金压得下坠，萧凌昭立刻伸出温热的手掌托住他的手。哎呀，好重啊，我抓不住，你帮我拿好不好？好，我来拿。上座，老将军老夫人看着这小两口如此恩爱的画面，笑得满脸褶子。感情真好，好像容不得任何人插足。这样依赖凌昭，这样爱着凌昭的姑娘，生下来的孩子又怎么会不是凌昭的呢？哼，这姑娘的孩子怎么会喊自己父皇啊？同样坐在高堂，老将军老夫人都给了新娘子礼物，她又怎么能毫无表示呢？从腰间摘下一枚玉佩，朝沈渊威递过去。这是你跪拜的礼物。皇上，皇上您不用给呀，我们是心里高兴，忍不住想给点礼物哄儿媳妇高兴。我们可不是故意让您下不来台，故意逼您跟我们一块送礼物的。朕知道将军府不差银子，怎会算计朕呢？只不过凌昭的妻子都拜了朕了，朕总得有所表示，不能让人家小姑娘白白跪朕这一回啊！拿着，玉佩是好东西，可人不是好人，他有点不想要。皇上隆恩，你收下吧。沈渊威没办法，用2只手去恭恭敬敬接谢君临送来的玉佩。多谢皇上赏赐。此刻终于得见他的真颜，谢君临眼眸不禁一凝。难怪能让凌昭偷偷爱慕惦记好几年。难怪今儿晌午刚来将军府，凌昭晚上就要把人娶进房中，急不可耐，多等1天都不行。原来他竟长了一张这样绝色的脸，比之后宫妃嫔也毫不逊色。你与凌昭是天生一对，朕祝你们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多
多谢皇上，我和夫君必定永远都是一对，定如皇上赠言这般，百年好合，绝不分离。这姑娘是真的误会我了吧？不然怎么会专门秀恩爱给我听呢？这是怕我生出不轨之心，偷偷觊觎？不至于啊，我真的不至于。起来吧，林昭，扶你妻子起来。萧凌昭颔首，他双手握住沈元威的胳膊，扶着沈元威起身。喜婆见两人站好，又高高兴兴地喊：“夫妻对拜！”沈元威跟萧凌昭转身面对彼此，谁料这时厅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你们不能拜堂！所有人同时抬头望向大厅门口，出现在门口的人正是鬼医传人宋穗欢。萧凌昭，你竟敢娶妻！你是不打算求我救你了吗？你是不想活了吗？我娶妻关你何事？我喜欢我的妻子，我为何不敢娶？还有，谁说我不求你我就不能活了？这天底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救我，而像你那样的救法，我从不稀罕。我不稀罕一个高高在上逼我父亲去死的人来救我，我宁可做个疯子死去，也不想承你的恩。我家里人因为萧家而惨死，我都还愿意给萧凌昭活下去的机会。为什么萧凌昭就因为我逼萧正自尽就如此对我？萧凌昭，你简直不配我的深情！哼，你怨我？你父亲还没死，你就如此怨我？那你们萧家害死我宋家所有男丁，我是不是应该杀了你们全家才能泄愤？当初是你父亲对不起我们家，是他不念两家交情揭发我父亲，害得我父亲被凌迟处死，让我祖父、让我二叔以及3个哥哥都被砍头，就连我那尚在襁褓的小侄子也死了。这些你不是不知道，你爹欠我们宋家这么多条人命，他是我的仇人，一个杀父仇人竟然要我救他的儿子，你说我该怎么救？我怎么能不顾父兄的惨死，救你这个害死他们的仇人之子？你没资格怨我，我要你爹为我父兄偿命，然后救你，我哪里做错了？有他这个仇人横亘在你我之间，我不可能救你。宋姑娘，你有没有做错？你得问你自己。不过我父亲当年揭发你父亲杀良冒功，却是没有任何过错的。皇上在此，当年你爹的案子是皇上亲自查办。宋姑娘，你要不然问问皇上呢？你爹他到底该不该死？我爹又错在何处？宋穗欢蓦地看向高堂之上，看见身穿便服的谢君临端坐在那儿，宋穗欢极其震惊。民女宋穗欢拜见皇上。少将军，这一位不许我们拜堂的宋姑娘是谁呀？她莫非就是你先前和我说的那位，曾经给你诊脉又在你身上摸过几下的诡异传人宋姑娘？他握紧沈元威的胳膊，后退了几步，躲在一旁。没错，她就是全京城人人追捧的诡异传人，同时也是那个要逼我爹自尽的人。元威，你不要因为他突然闯进来闹事，就误会我跟他之间有情。他虽与我青梅竹马，可我对他并没有男女之情。我与他玩得好，那都是7岁之前的事了。后来10几年未见，一见面他就要我爹的命，我怎么会喜欢他？凌昭啊，你是在跟你夫人讲宋家之事吗？不是什么秘密，不必说悄悄话。你大声点，把当年之事呢也说给宋姑娘听一听。朕看她是只记得父兄惨死的仇恨，却忘了他父亲当年干了什么样的恶事。宋穗欢闻言，蓦地抬头望着谢君临，脸色一瞬间惨白如纸。他救了瑞王，又替皇上太后调养身子，皇上对他的态度一向很好，突然被皇上如此严苛对待，他知道他方才那些话是真的触怒这个帝王了。是皇上，14年前景阳山上盘踞着一伙匪徒，他们胆大包天，竟妄想劫掠朝廷的税银，虽未成功，可他们挑衅了朝廷的威严，朝廷要剿了这伙匪徒。宋姑娘的父亲以为这是一伙不经打的小毛贼，主动请命去剿匪，可率兵前去攻打了几日，宋将军却发现这伙匪徒很是厉害，他的兵将伤亡不少，匪徒却没什么损伤，还使诈引开了他，在他眼皮子底下率众而逃。他追查几天也追踪不到匪徒的下落，又怕朝廷责罚他放走匪徒办事不力，竟然昏了头想出了杀良冒功的法子。他让人挑选了100多个长相凶恶的良民，召集起来说是随军一起去剿匪，却在半路上将100多人屠戮，把这些人脑袋割下来充当匪徒的首级交差。回京后，宋将军被圣上褒奖，他过了半年潇洒日子，可那伙被他放走的劫匪却窜入永陵城占山为王，又在永陵城做了20几起杀人越货的勾当。过往商队毫无防备遭他们毒手，附近村子惨遭他们劫掠烧杀，半年下来足足有300多人惨死在他们手中。而永陵城正好是我三哥驻守的地方，我三哥发现了这伙劫匪的踪迹，率兵耗费1月之久才将劫匪剿灭。审讯之下，他震惊发现这伙劫匪竟是半年前从宋将军手底下逃走的。我三哥立刻将此事告知我父亲，我父亲派人暗中查访，于是宋将军杀良冒功的事水落石出。宋家人得知消息，深夜来我家跪着求我爹不要揭发，可我爹嫉恶如仇，毅然上朝揭发了宋将军的罪行。第2天，
朝廷派兵将宋家人全部捉拿下狱。宋家人哭着从我们萧家门前路过，个个都冲我们萧家吐口水，咒骂我爹无情无义，不得好死，诅咒我们萧家断子绝孙。从那天起，宋家与我们萧家成为死仇。后来，宋将军被处以凌迟极刑，宋家男丁全部斩首示众，女眷被流放千里。不过宋姑娘运气好，流放的路上逃脱了，被鬼医收为弟子。14年间习得了一身好医术。前2个月，宋姑娘下山救了性命垂危的老丞相，又在瑞王撞墙自尽时救了血流不止的瑞王。她还说她有办法治瑞王的自闭恐女之症。太后疼爱瑞王，为了让宋姑娘尽心尽力救治瑞王，便为宋姑娘求情，说宋家男丁已经死绝，女眷也流放多年，请求皇上开恩饶了宋家女眷。因此，皇上赦免了宋家女眷，让他们重回京城。说完事情经过，萧凌昭冲皇帝拱手。宋岁欢，你可听清楚了，你口口声声说萧老将军害死了你父兄，可你爹并非萧老将军害死，他是自作孽，与人无尤。当年他办事不力，自己无能还要强出头，他让朝廷损兵折将，他不该死吗？你说你宋家人死的冤枉，那么朕问你，那100多个被你爹杀害的无辜百姓冤枉不冤枉？他们从未害过人，你爹竟然残忍地割了他们的脑袋，让他们死无全尸。他身为朝廷命官，比江洋大盗还丧心病狂。你只知道你们宋家女眷被流放，吃尽了苦头，那你可曾想过，那100多个惨死亡魂的妻儿老小，他们又过着怎样穷困潦倒的日子？你恨萧震揭发你爹，朕告诉你，他无错。他萧震既然识君之路，自然要忠君之事，他受百姓爱戴，自然要替惨死的百姓讨个公道。宋岁欢，你失去了亲人，你心里苦，你可以与萧家再不来往，你可以不救萧凌昭，但是你不能说是萧震害死了你们宋家人，他谁也没害过，他对得起天下人，你们宋家是罪有应得。你若实在要恨，或许你该恨朕才是，因为下旨斩杀你宋家男丁的是朕，不是他萧震。老臣多谢皇上。沈元威也有些意外地望着谢君临，这个皇帝好像是个正直公道的明君呢。明明他的亲弟弟瑞王需要宋岁欢医治，或许他自己不能生育，也要指望神医帮他，可他并没有为此而偏袒宋岁欢，他在维护公道正义，维护他的英雄将军。萧凌昭，这男人怎能如此伤我？我这些年拼命跟师傅学习医术，就是为了洗刷身上的耻辱，就是不想被人骂我是罪臣之女。我想让大家在看到我时，最先想到的是，这是神医宋岁欢，而不是罪人宋岁欢。我好不容易做到了，被无数人追捧，重新找回了我的骄傲。可这个我最喜欢的男人，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我们宋家的罪过再次提及，根本不在乎是否会戳我的伤疤，是否会让我难过。难道我们小时候的情谊全部都是假的吗？哼，好一个正直的皇帝，宁可自己被怨恨，也不让我恨萧家人。可是多滑稽啊！九五之尊是我能恨的吗？我要是有能力杀了皇帝还能全身而退，我一定不会犹豫。可是我怎么杀得了？去恨一个注定杀不了的人，只能让我一辈子深陷仇恨里无法解脱。所以我只能将恨意转移到萧震头上，因为萧震是我能对付了的人，而皇帝，我想恨都无能为力。宋岁欢无法将心中所想诉之于口，他甚至都不敢对皇帝表现出一丁点敌意。皇上您言重了，民女怎会怨恨皇上？正如皇上所说，我爹当年罪大恶极，皇上要将他正法，给死者一个公道，皇上并没有错。可萧震不一样，当年我爹跟他是至交好友啊，我宋家跟他萧家还打算定下儿女亲事，我爹视他为手足，他却揭发了我爹，他成全了他的正道公义，可他就是对不起他的好兄弟。皇上，您可以说我胡搅蛮缠，您可以说我是非不分，但我还是这句话，当时谁揭发我爹都可以，唯独他萧震不行，因为我们两家关系极好，他是我从小就敬仰的伯父，他揭发了我爹，我就是没办法原谅他。老将军望着宋岁欢，手指头哆嗦着，眼里有愧疚。还有萧凌昭，你也给我听清楚了，你怨我逼你爹自尽，可当日是你爹为了救你这个亲儿子主动来求我的，这一桩以命换命的交易是你情我愿的事，他若想牺牲他自己来救你，我满足他，他若贪生怕死，只求他自己活命，不救你这个儿子，我也不会逼他。你看
他是生是死这选择权一直都在他自己手里，他明明可以选择不去死的，不是吗？他若选择去死，那是因为他太爱你这个儿子，他是为你而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我从未把刀架在你们脖子上逼谁，你恨我根本没有道理。沈园薇瞥了眼宋穗欢，强词夺理，他又抬头看着眉头紧皱的萧凌昭，这家伙口拙不会争辩，他来。宋姑娘此言差矣，你说老将军他有选择权，他可以选择不去死，那你爹当年还能选择不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呢？他自己不去杀良冒功，老将军也不会去揭发他。你说你没拿刀架在老将军脖子上逼他去死，但当年老将军也没有拿刀架在你爹脖子上逼他去杀人啊。正愧疚自责的老将军闻言怔愣地望着他儿媳妇，好像有道理啊。你说你兄长、你祖父、你叔叔死得惨，那怪谁呀？怪老将军揭发了你爹的罪行，还是怪皇上不该杀你们家这么多人？你怪别人还真是好没道理。那明明是你爹自己造的孽，他都几十岁的人了，又不是2、3岁的小孩，他杀人之前就没有想过，一旦此事败露，他会害死全家吗？哼，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刀一旦挥出去就会连累你们，可是他依旧利欲熏心，选择这样去做。所以不管你们死活的是他，亲手挥刀送你们走上断头台的也是他。基友，你那句话可不是皇上和老将军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的，是他自己选择了往死路上走。东窗事发之后，他又凭什么舔着一张老脸，逼着无辜的老将军为他昧着良心放他生路啊？宋姑娘，当年坏事做绝的是你爹，你凭什么要求老将军赔上他萧家满门的性命，来帮你爹隐瞒罪行啊？难道就你们家的人命珍贵，别人就该为你们牺牲，别人不帮你们就是罪该万死？你们家若是一门忠烈倒也罢了，也值得别人为你们两肋插刀，可就你爹那个败类，他配吗？这姑娘颇有些牙尖嘴利，不过挺招人喜欢。老将军、老夫人和萧凌昭也含笑看着沈园薇，本来就喜欢这姑娘，现在他们更喜欢了。这贱人凭什么替萧家出头骂人？还没过门就把自己当萧家少夫人了？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人也想做萧家少夫人？今儿这最后一拜还能不能拜完都是未知数呢。宋姑娘，我知道你是人人追捧的神医，我也知道你一直有一种独特的优越感，你觉得你能在两家有血海深仇的情况之下救下凌昭，对他是莫大的恩德，他应该对你感恩戴德的。可是你是不是忘了，你这些日子只是嘴里喊着你能救他，直到现在你还没有真正的救过他呢。对于凌昭而言，他也不欠你什么，你只不过是一个趁火打劫逼他爹去死的下作之人，所以你想在这儿摆上你的高姿态呀，让萧家人捧着你哄着你，怕是不行的。老夫人偷偷看了眼宋穗欢僵硬难看的脸色，她都要高兴死了。她眼睛亮亮的看着她儿媳妇，她可太喜欢儿媳妇了。以后啊，她可以拉着儿媳妇出去骂人了，她骂不赢就往儿媳妇身后躲，儿媳妇一个可以骂10个。宋姑娘，时候也不早了，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还是请你离开吧，可别耽误了我和林昭的吉时。毕竟你家林昭哥哥还挺着急娶我过门的。园薇说的是，他已经耽误我们太久了，我挺着急的，还差这最后一拜，我就是园薇的夫君了。不把这一拜拜完，我这颗心就悬着放不下来。宋姑娘，请你离开，你真的打扰到我们了。可恶，沈园薇这个贱人赶我走，萧凌昭竟然也帮着这贱人赶我。明明我和萧凌昭才是青梅竹马，我跟萧凌昭一起玩的时候，这贱人还不知道在哪呢。要不是我家出事，我和萧凌昭已经定下亲事了，我才应该是萧凌昭的未婚妻，哪里轮得着这个贱人来耀武扬威，指着我鼻子骂？哼，萧凌昭就这么急着跟这个女人成亲？萧凌昭是真的爱这个女人？不可能，我回京2个月，根本就没听说过萧凌昭有心上人，这女人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萧凌昭绝对不可能有多爱这女人。忽然宋穗欢灵光一闪，她明白了，这女人是萧凌昭找来报复她、刺激她的，一定是这样。萧凌昭不想让萧震自尽，又难以忍受病痛的折磨，想诓骗他这个神医出手相救，所以故意找了个女人成亲来刺激他。想到这儿，别装了，我已经看穿你今日演的这场戏了，你根本不爱这个女人，你只是找她来刺激我的，对吗？哼，这个神医是不是被人捧得太高，自信过头了？他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离开他就不行了？哼，
堂堂骠骑大将军也会使这种幼稚的小伎俩了？别演了吧，挺难看的。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若现在把婚事取消，让你爹跪下来求我，我可以大发慈悲救你一命。可你若是不停下，非要用这么愚蠢的办法来激我，那我告诉你，你会失望的。我不是那么冲动的人，我也不会如你的愿。你今天成亲了，我不会伤心难过失去理智，我只会跟你恩断义绝。今后你生不如死的时候，就算哭着跪下来求我也没用了，我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我会冷漠的任由你死在我眼前。哼，所以现在是要继续拜堂还是取消婚礼，你可要想清楚了，毕竟我只给你这一次活下去的机会。你是疯了吗？我不知道你哪来这么多自信，认定我娶妻是为了刺激你。不过你想多了，我不需要你救我，你也不值得我费尽心思来演戏。我娶袁薇是因为我心悦她，我想要她做我的妻子，我想要她陪我共度余生，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请你离开，你给的机会我不需要，我不用你救我，我也不会取消婚礼。你要跟我恩断义绝，那就断好了，我们本也没什么情谊。都已经被我看穿你的戏码了，你还嘴硬呢？我告诉你萧凌昭，我的耐心不多，你别故作冷漠的说这些难听话，把我的耐心耗光了才后悔。我宋穗欢不是非你不可，有的是男人想娶我。宋姑娘，有没有一种可能，林昭不是故作冷漠，不是嘴硬呢？有没有可能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他是真的不需要你来救，他是真的觉得你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情谊，他是真的想和你恩断义绝，他是真的嫌你烦了。我跟他说话，轮得到你来插嘴？我跟他青梅竹马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你能有我了解他？他是不是嘴硬？我心里很清楚，他只是利用你来刺激我，是你自己入戏太深，真把自己当萧家少夫人了。林昭，你让我摸摸看。宋姑娘说呢，她和你是青梅竹马，她比我了解你，还说你嘴硬不硬的，她最清楚。宋姑娘，你真的清楚吗？林昭的嘴明明很柔软呢，一点儿也不硬。不信你来摸摸看。这高高大大的男人眼里闪过一抹害羞，然后安分乖巧地站在那里，任由他的妻子蹂躏他的唇。宋穗欢看着沈元薇的操作，突然傻眼了。他不敢相信沈元薇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摸就摸啊！他更不敢相信萧凌昭在被碰触之后竟然没有一丁点的排斥反应，反而是有些受宠若惊，然后就是一副乐在其中的害羞模样。这跟被他碰触之后的反应截然不同。让我自重，却可以让沈元薇这贱人为所欲为是吧？宋姑娘，你现在还觉得林昭娶我是为了演戏刺激你吗？你现在还觉得他不是真的喜欢我吗？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我亲他一下给你看看。这个新娘子好大的胆子呀，竟当众这样做。我从未被哪个女人这样触碰过，本该处于上位的男子成了被玩弄的对象，这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呢？看看萧凌昭的害羞脸红和那藏身于身后的微微颤抖的手指，那一定很快乐。凌昭这会儿就很快乐。一片静默中，沈元薇踮起脚尖靠近萧凌昭。他说要亲萧凌昭给宋穗欢看，可不是说说而已。他不许宋穗欢一直惦记他的男人。瞅见沈元薇真的要去亲萧凌昭，老将军老夫人都被儿媳妇弄得不好意思了。可谢君临和宋穗欢却一眼不眨，紧紧地盯着。在灼灼目光的注视下，沈元薇嫣红的嘴唇就碰上了萧凌昭。萧凌昭一直屏着呼吸，温热的嘴唇忽然印在他唇上的一刹，他瞳孔忽然收缩，好软好暖，还带着袁薇独有的安抚力量，直击他的心扉。若宋穗欢不来捣乱，我已经跟袁薇拜完堂去洞房了吧？我就可以躲在洞房里对袁薇为所欲为的。这姑娘到底是有多喜欢凌昭，才会跟人争风吃醋，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热情放肆？若是将她的新郎官换成另一个男人，她还会这样热情大胆吗？她还会这样主动亲吻撩拨吗？如此喜欢凌昭，恐怕谁也没有办法把她从凌昭身边抢走吧。难道萧凌昭真的爱这个女人？若是不爱，又怎会露出这样的欢喜模样来？我这些年一直爱着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了救这个男人放下血海深仇，可这个男人竟然已经偷偷爱上了别人。小时候的情谊，难道就只有我一个人还记着吗？开开心心玩耍的那几年，双方父母险些给我们定下亲事的缘分，这些对萧凌昭而言究竟算什么呢？萧凌昭，既然你已经忘了我们小时候的情谊，那么从今以后我便再也不会管你了。萧凌昭无法从沈元薇的柔情中抽离，他贪婪沉浸，根本不愿意分神搭理宋穗欢，是沈元薇先撤离的。
宋姑娘这话说的，你说你以后再也不会管她，难道你以前管过她不成？她被囚禁在院子里受折磨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在逼她爹自尽，你哪里管过她的死活呀？既然你以前都不曾管过她，以后就更加不用你操心了。她已经找到能够救她的人了。该死，这张破嘴怎么如此可恨，非要将我的脸面撕下来扔地上踩是不是？你说我没管过他死活，那你不也一样？你明知道只有我能救他，可你偏偏要激怒我，你就不怕你的夫君会被你亲手害死吗？不是只有你能救我，袁薇他也能救我。哼，他能救你？他怎么救你啊？他身上没有一点药香，他根本就不是大夫，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宋姑娘狭隘了，这世界上能救人的可不光光只是医术。那还有什么？还有爱呀！你说还有什么东西？爱能够克服万难，爱能够让人无所畏惧。宋姑娘没有听说过吗？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对萧凌昭的爱能救得了他？你说这么荒谬的话来欺骗萧家，你不觉得亏心吗？不是袁薇对我的爱，是我对他的爱。我深深爱着袁薇，只要他能一直陪在我身边，跟我形影不离，我便可以克制体内暴力的力量，我便能战胜疯魔，始终维持清醒。你深爱着他？哼，你萧凌昭这么冷漠不近女色的人，你也会深爱一个人？为什么不会呢？我不近女色，正是因为我心里一直都装着袁薇。我对别人冷漠，正是因为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热情都给了袁薇一个人。在你们所有人不知道的时候，我已经偷偷喜欢袁薇好几年了，只是她一直不喜欢我，我才无法将心中的情意说出来。幸好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得知我生病，袁薇立刻赶来见我了。当她发现只有她能帮我镇压体内的力量，见只有她能救我，她不光答应嫁给我，还愿意如此委屈仓促，今晚就给我冲洗。袁薇，我很感激你，只有你愿意舍弃一切来拯救我。沈渊薇看他演得如此真情实感，演得如此投入，没忍住翘起了嘴角。不要谢我，还差最后一拜，我们就是夫妻了。从此我们生同球，死同血，再也没有人能够将我们分开。萧凌昭轻轻将沈渊薇拥入怀中，谢君临垂眸，原本也没有人会将他们分开，不是吗？他没有这样想过，即便先前看到了那么玄妙的一幕，他也没有想过会把这姑娘从凌昭手中抢走，除非他今晚明晚他一直做这样的怪梦，他才会相信只有这个姑娘能生下他的孩子。好啊，很好，你们之间的爱比医术还厉害是不是？你们的爱能治病是不是？那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爱能延续到几时。你不用得意，没有几个男人能一辈子爱着一个女人。他萧凌昭位高权重，多的是年轻漂亮的女子对他趋之若鹜。你总有人老珠黄的那一天，他的爱也不会一直属于你，他总会不爱你的。你也不用急着否认，日子还长着呢，你不会永远爱着他的。你对他的爱总会有消失的那一天，等你的爱再也治不了你的病时，你会哭着来求我的，你们一定会后悔的，一定。说完转头面向谢君临行礼。皇上，民女今日不该来，民女想告退了，请皇上恩准。好，你回去好好歇着。如今凌昭的病有人能治了，可瑞王的病还得仰仗你多费心。母后跟朕说过了，只要你能治好瑞王，她就认你做干女儿，册封你为公主。公主？若能做公主，那我岂不是能踩在萧凌昭头上了？今日之耻，我不就能讨回来了？多谢皇上恩典，多谢太后娘娘厚爱。那民女若是能治好皇上的病，你不是已经替朕把过脉了吗？你说你没有办法。是，目前是没有办法，可民女还在翻阅医书，说不准今后能研制出药物呢。那你就好生研制吧，朕在此许诺你，若你能治好朕的病，朕可以册封你为本朝第一个女王爷，让你极尽尊荣。能得皇上如此厚爱，民女一定尽心尽力之要。见谢君临颔首，他这才起身准备离开。哼，这女人不会嚣张多久的，不过是个将军夫人罢了，哪有我将来地位尊崇？这个女人只能以色示人，终会有色衰而爱弛的那天。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有一个神奇的医术空间，里面有很多神乎其神的医书，只要我不停翻找下去，我总会找到办法救瑞王和皇帝的。其实当年被流放之时，他并不是半路上被诡异救了，他只是有了奇遇，拥有了医术空间，然后藏进了空间里。宋穗欢一步步靠近沈渊薇，他附在沈渊薇的耳边：你很得意是不是？我保证你不会得意多久的，因为你只能勾搭萧凌昭一个，我却能救瑞王，我还能救皇上。瑞王和皇上今后都是我最可靠的靠山。哼！说完，宋穗欢像一只骄傲的白天鹅一样，昂着脖颈走出花厅。
这位宋神医最好是别来找我的不痛快。毕竟自闭王爷和绝嗣帝王可不只是他能救，我沈元威也能救啊！最好别来惹我，大家相安无事。若是来招惹我可是要发大招的。虽然我靠的不是医术这种事儿吧，靠的是神秘光团赐予的外挂金手指，可是那又怎么样？我的外挂，我的金手指，那也是我自己前世行善积德，救了无数人才换来的善果。我靠我自己的善良积攒起来的功德，怎么不能算是我自己的本事啊？他在你耳边跟你说了什么？他说我只能勾搭你一个，他却能救皇上和瑞王2个人，今后皇上和瑞王会是他的靠山，他让我别得意。谢君临一怔，看着这个貌似老实实则狡黠的姑娘，他没忍住翘起嘴角。而刚走到庭院里的宋穗欢听到这话，他猛回头，不可思议地望着沈元威。这贱人就这么水灵灵地把我的话说给大家听了，不讲武德。宋姑娘，你瞪着我做什么？难道你不是这么说的？宋穗欢咬着下唇，对上厅上那些人意味深长的目光，转身大步离开。皇上，您承诺给宋姑娘，说她若能治好您，您就册封她为本朝第1个女王爷。这个承诺对别人有没有效呢？这话是什么意思？先前就在这姑娘身上看到了小孩子喊朕父皇的幻影，这会儿这姑娘又来打听给朕治病的酬劳，难道？姑娘这话是替谁问的呀？难道你不光能治灵昭的病，你也能治好朕的病？沈元威根本不知道皇帝之前从他身上看到过什么要命的东西。没有啊，民女只是好奇的想打听一下，说是以后能够遇到别的神医，民女也好替皇上您收买他呀。是吗？谢君临即便心中有疑问，可他毕竟没有证据，见沈元威不肯透露什么，他也没多问。朕这个承诺对任何人有效，只要能治好朕的病，让江山后继有人，朕册封他做个异姓王，又有何不可？沈元威将这话记在了心里，他有点高兴，以后能换个女王爷做做，那可比做将军夫人威风多了。不过即便做了女王爷，他也会护好他的将军的。没人打扰了，我们继续拜堂好不好？还差最后一拜了。沈元威点头，萧灵昭示意喜婆继续。请新郎松开新娘的胳膊，面对面站着，夫妻对拜了。他重新看向沈元威，两人同时弯腰拜下去。礼成，送入洞房。喜婆乐颠颠的准备去搀扶沈元威，萧灵昭抢在他前头。我来。萧灵昭再次握紧沈元威的胳膊，给皇上行过礼后，就噙着笑牵着他的新媳妇往后面走。哎呀，儿媳妇终于进门了，看灵昭这副爱人家爱的不行的样子，我们会不会很快就抱上孙子呀？只要灵昭重用，下个月呀就能传出喜讯。刚说完这话，老将军忽然意识到不对，他脖子僵硬的扭头，偷偷看了一眼谢君临，正好谢君临目送小两口离开，也将视线落在了老将军的身上。哎呀，真该死！皇上辛辛苦苦10几年也没有子嗣，我居然当着他的面说这个，这话落在皇帝耳朵里，不就是在暗指皇上不中用吗？现在是跪下来请罪好呢，还是装作没事人的好呢？看老将军这慌张无措的样子，罢了，不必动怒。朕不中用不是事实吗？整个大雍朝的百姓都在偷偷地说朕不中用，生了18年也生不出个屁来。若是听到2句话就大动肝火，不知得有多少人死在朕的皇权威严之下。灵昭他们小两口也拜完堂了，天色不早了，朕该回宫了。老将军送送朕。皇上日理万机，老臣不敢留皇上小饮薄酒，耽误了皇上的事，老臣恭送皇上。皇上请。谢君临颔首走在前头，老将军恭敬跟随。走出庭院，谢君临回头看了一眼这厅堂，他想这将军府短时间他应该不会再来了吧，除非祖宗显灵，让他今晚又梦见那个奶声奶气喊他父皇的小孩子。新房里，沈元威坐在床榻上打量着房间，虽然时间紧促，但成亲该准备的东西还是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宴请宾客，你也不用去外面招呼客人，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来喝合卺酒。不要，喝了酒
嘴会臭的，漱口都压不住酒味儿。等会儿你满嘴酒气，我都不想亲你了。他家袁薇好直接，好热情，好让人招架不住。他可不能臭得袁薇不想亲他。那我们就先不喝酒，等明天早晨再喝。袁薇，你真的很像仙女下凡了。你也很像是天神下凡，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的身体有没有你的脸那么好看。萧凌昭一怔，下一刻他喉头发紧，目的紧盯沈袁薇。先前有外人在，他不能放任自己，这会儿都在他小两口自己的房里了。袁薇这般惹他，他还有什么好克制的？他不再逼迫自己，紧握沈袁薇的手腕，突然轻身靠近沈袁薇。当然好看，比脸还要好看。你想看看吗？真的不会是你自卖自夸吧？我不信，你解开瞧瞧。萧凌昭低低笑出了声，他本来还怕他放任自己会吓到他的妻子，可是他错了，他的妻子分明一点也不怕。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遵从自己的内心呢？他一边看着沈袁薇，一边将修长的手指放在腰带上，一点点解开，露出紧实的腹肌和劲瘦的腰。袁薇还想看？我都这样了，可你依然衣衫整齐，这好像对我来说不公平吧？你说是不是？哎呀，虽然澄清了，可这毕竟是我刚刚才认识了半天的男人，这样的进度会不会太快了？我在现代活到了20几岁，都还没有谈过男朋友呢，如今穿越了，守了20几年的清白，就这么快要给一个认识半天的男人了？你是想让我自己来吗？要不然今天晚上我们纯聊天？不想要我，那方才为何要惹我？我明明在克制的。袁薇哄我把衣衫都解了，然后告诉我今晚纯聊天。我可不想纯聊天，一点也不想。他心里难过半天，然后鼓起勇气告诉沈袁薇：我不。沈袁薇看着他那么强势的人，沉默半天，就回答这么2个底气不足的字眼，愣了愣，没忍住笑出了声。你就答应我嘛，好不好？我们今天才刚刚认识，我觉得太快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先聊天，好不好？太快了，你方才要看我身子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你穿上，我装作没看到。不可以，除非你也让我看看，咱们就扯平了。那怎么行？我是女孩子，怎么能随便让别人看？你是女子，可我不是别人，我是你的夫君呢。而且我不想只做你的夫君，我还想做你的男人。沈袁薇心间跳了跳，这个男人要不要这么会啊？这让他怎么拒绝得了？看着越靠越近的萧凌昭，沈袁薇伸手想推开，可这男人的衣衫解开了，他手一伸过去就碰到了人家的肌肤，手指间一抖，立刻将手收回来，藏到身后。求你了，今天晚上先不那样，行不行？我们今天刚认识。今天刚认识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圆房不是迟早的事。可是有了感情在圆房，我感觉会更好吧？先在圆房，我一样能让你的感觉很好。沈袁薇一愣，随即心尖尖跳了跳。谁说这个男人单纯了？他一点也不单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可我是那个意思，我会让你感觉很好，我会让你满意。我们试试，好不好？我真的已经很努力的想让进展慢一点了，可是这个男人不听我的。这个男人平日里不是沉默寡言的吗？怎么这样犯规的蛊惑我呀？哎呀，我又不是什么柳下惠，对自己的夫君没有抵抗力好像也很正常吧？算了，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这么纠结干什么？谁也不知道意外会不会比明天先来，就得珍惜当下，及时行乐嘛。试试就试试，不过我不太会。少将军好像很会解腰带，那你自己来。萧凌昭本以为袁薇沉默这么久是想拒绝到底，他正失望，忽然听到这句话，不禁心神一荡。好，我自己来。话音刚落，他便迫不及待抬手扯开幔帐，另一只手揽着沈袁薇的腰，忽然一切就变得不可收拾。明明紧张是透气的，可他觉得几乎窒息。我以往真是白活了，我以为成亲是很麻烦让人头疼的事情，原来
是我蠢，是我不知道其中滋味。成亲竟然是这么快乐的事情。或许你只是跟我成亲了才如此快乐，换个人就不一样呢。是，只有你，上天入地也只有你能让我这样痴迷。他恨自己为何不早一点认识他的原威，竟白白错过了这么多好时光。所幸如今也不晚，他们还年轻，还有很多时光可以相互依偎。就像今天晚上，谢君临抵达寝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谢君临坐在龙案前，翻开一本奏折，他垂眸看着奏折上的字，明明他的眼睛清清楚楚看见了奏折上写的是什么，可他的脑子就是无法转动，盯着一行字看了半天，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陈海见状，立刻上前询问：皇上，您可是累了？倒也不是累，就是后面的话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便停了下来。皇上去参加萧将军的婚礼，一回来就心不在焉，连批阅奏折都没法专心。皇上肯定是看到别人成亲有些失落，有些孤单了吧？皇上这是想女人了，找个嫔妃来陪一晚上就好了。陈海悄然无声地转身离开，片刻功夫，他就端着一个棋盘来到谢君临身边，请皇上翻牌子。您这段时间没去后宫，娘娘们都可想您了呢。你是从哪儿看出来朕今晚想去后宫了？皇上，您一回来就兴致不高，神死不数，连奏折都不想批阅，难道不是因为您看到萧将军成亲，萧家的喜气洋洋让您心底生出了失落感，所以想找个娘娘来陪伴您吗？朕想宠幸嫔妃，还需要你来揣摩啊？朕没长嘴吗？哎，老奴是以为皇上您内敛，不好意思开口。端着盘子滚下去。陈海哎了一声，转身滚了。朕兴致不高，神思不属，的确是因为萧灵昭的婚礼，可朕不是因为见人家娶媳妇儿也就想媳妇儿了，我是因为萧灵昭的妻子，那位元微姑娘。谢君临满脑子都是先前在幻影里看到的那个孩子，让他怎么能静下心来批阅奏折？罢了，既然坐着也没法专心做事儿，那还不如早一点歇息。到底是朕想孩子想疯了，出现了幻觉，还是老天爷指引，祖宗显灵？一觉醒来就知道了。2刻钟后，谢君临在他宽大的龙床上歇着了。子夜时分，谢君临做梦了。梦里的他坐在太极殿，正在跟大臣商议朝中大事。忽然，一个小小的孩子将朱门推开一条缝隙，探头探脑朝他这边张望。他若有所感，抬眸望去，那小脑袋一看到他望过去，就立刻躲到门外边，又飞快地将门重新合拢。可偏偏有一片衣角卡在门缝里，他看着那片衣角笑出声来，将大臣们晾在一边，站起身走到门边上，伸手拽住了门里那一片衣角。外面的小孩用尽了力气也拽不动。母妃，肯定是父皇在里面抓我袍子，父皇坏，父皇坏。你呀，是父皇坏还是你自己坏呀？不是你自己故意把袍子卡在门缝里，然后抓着袍子摇来摇去的吸引你父皇的，是你自己想要父皇陪你玩了吧？才没有，我是男子汉，我怎么会想让父皇陪我玩呢？我才不想。谢君临在门内听着小孩子奶声奶气的嗓音，一颗心都要萌化了。这就是他儿子吗？快让他看看儿子长什么样。谢君临根本克制不住老父亲的爱，将门打开，门一点点开启，站在光芒里的母子俩映入他眼帘。小小的孩子一见到他，一声声叫着父皇，就像是最粘牙的麦芽糖球。而身材窈窕、容貌屹立的女子则身穿一身红色的衣裳，手中捏着一柄扇子遮住半张脸。她正要对那女子微笑，忽然那女子微笑的脸一瞬间变得无比冷漠。孩子，我已经为你生了，你承诺过会放过我的夫君的。谢君临，你夺臣妻，你卑鄙无耻，你龌龊，你这样骗我，你算什么君王？你算什么天子？谢君临，你强夺臣妻，你让忠臣心寒，你枉为天子，你就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梦境到此戛然而止，他突然从梦中惊醒，坐起身来。朕竟然
真的又一次梦见了那个小孩子。昨日看到的幻影果然不是朕的错觉，这一切果然是老天爷的指引，是列祖列宗显灵。他盯着帐幔，手指紧握，哪怕已经梦醒了，他浑身都还残留着方才被儿子抱着腿喊父皇的那种快乐。谢君临无法掩饰自己眼中的欢喜，可这欢喜之余，他又有不安，因为梦里他孩子的母亲竟然是凌昭的新婚妻子。不，朕怎么可以做这样卑鄙的事？萧家满门忠烈，老将军为了守护江山戎马半生，几个孩子都为朝廷捐躯。如今萧凌昭也一样忠君爱国，没发病之前一直在替朕守疆土，对朕是那样的忠心不二。朕怎么能强抢萧家的儿媳妇？怎么能抢走凌昭的妻呀？他不像朕，后宫嫔妃无数，他长这么大就只喜欢了这么一个姑娘而已，朕怎么能把他唯一的爱人抢走啊？谢君临垂眸，缓缓摇头，他不会这样做，他不是个昏君，不会做这种让忠臣良将寒心的事情。沉默许久以后，谢君临缓缓开口：可是那姑娘能生下朕的孩子呀？他望着闪烁的烛，回想起这些年熬得有多艰难，那些大臣是如何劝谏他过继别人的孩子，母后又多少次一个人坐在窗边为他掉泪。他需要一个孩子，这江山更是必须得有一个继承人。朕多年无子，无数人暗地里嘲讽朕，取笑朕。朕虽为天子，却始终抬不起头。朕若是有了孩子，就能扬眉吐气，朕的江山也不用落入外人之手。这样的好事，朕真的能拒绝吗？这个能给朕生下孩子的姑娘，朕真的能控制住本心，不夺取她吗？他到底该怎么选？一整个晚上，谢君临都在挣扎之中煎熬，他再也没有睡着。陈海来喊谢君临上朝时，一眼就看到了谢君临眼下的黑青。呀，皇上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老奴去传太医呀？不必。皇上您别逞强了，让老奴去传个太医来给您看看吧。您看您好憔悴呀，嗓子也沙哑了，这哪里像是没事的样子呀？谢君临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可这么隐秘的事儿他没办法告诉别人。他示意陈海不用着急，让陈海伺候他更衣洗漱后上朝去了。经过花园，他驻足看了一眼。朕依稀记得前些年这花园里很热闹，总有妃嫔在这儿等朕经过呀。是啊，皇上，娘娘们多才多艺，有的在这儿弹古筝，有的大清早跑来翩翩起舞，想尽办法吸引您注意呢。可惜啊，他们大概也没想到，想尽办法邀宠，想诞下皇子，结果遇到了个不能生的皇帝。别人的妃嫔们凑一块是在忙宫斗，可朕的妃嫔们凑一块怕是在比谁骂朕骂得更难听更痛快吧。皇上您别这么说，他们是您的嫔妃，在他们心里您的宠爱远比子嗣重要，他们很想您的，天天都盼着您去他们屋里呢。我真是害人呐，给不了人家孩子，也给不了人家宠爱。或许朕应该放一批愿意出宫的嫔妃离开，一辈子守着我这样一个不能生又不重女色的人，跟守寡有什么区别？